最近 Anthropic 更新了 Claude Faber 5，这个版本最有意思的不是参数，也不是 benchmark，而是一个蛮有趣的 demo。他们让 Claude Faber 5只用视觉输入去玩这个 Pokemon Fire Red，就是说 AI 没有直接读取这个游戏数据，它看到的是荧幕，然后它会自己去做判断，移动这个游戏角色，还有做这个决策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这件事代表的是 AI agent 开始从回答问题走向执行任务。之前我们觉得最强的是 Claude Opus 级别，但这次 Anthropic 直接开辟了一个全新层级，叫做 Mythos 神话级。这个名字也是很屌，现在第5代就叫神话了，以后不知道会叫什么。在这个发布会上，全球支付巨头 Stripe 带来了一个震撼全场的真实案例。在 Stripe 内部有一个拥有5000万行非常复杂的 Rubik 代码库，需要进行全库迁移。如果是以前，需要一整个资深的工程师团队连续加班整整2个月多才能完成它。但他们这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这个 Claude Faber 5，仅仅只是花了24小时。这个 Claude Faber 5自己拆解所有任务，自己写这个测试应用，自己遇到报错自己改，独自完成了全库迁移。这些 Stripe 的高层当然是感觉到很惊叹，能够把几个月的工作量硬压缩成一天。这次官方也是为了秀这个 Claude Faber 5，他们做了一个 demo，他们让这个 Claude Faber 5去玩这个经典的 Pokemon Fire Red。这可不像是以前那种设定好逻辑的 AI 脚本。这个 Claude Faber 5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游戏世界，必须依靠自己视觉的能力去看懂屏幕上的那些像素格代表什么，然后他自己会去规划路线，去草丛升级，去商店补药，甚至连宝可梦的技能搭配还有属性克制都是他自己思考出来的。最牛的是，如果他在游戏里面遇到一些复杂的迷宫，或者 NPC 对话的时候卡关，这个 Claude Faber 5甚至还会调用自己体内的这个 agent 架构，自己去查攻略，或者在后台写一个临时的脚本来辅助自己破局，直到通关为止。在这里，我也是会很好奇，就让这个 Claude Faber 5自动完成一整局的这个宝可梦，到底要消耗多少 token？我们要知道，Claude Faber 5是支持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，单次输出更是高达12.8万 token，但它的价格也是上一代 Opus 的2倍，输入每100万 token$10，输出高达$50。你想想，玩宝可梦这种游戏，AI 需要以每秒很多帧的速度，不断的把这个游戏画面类似 screenshot 转成这个数据喂给这个模型，然后模型再疯狂输出，告诉他下一步要怎么样做，而且还要在后台自主连续跑上好几天，所以让他玩上1小时宝可梦，保守估计光是 token 成本可能就要烧掉几百甚至上千美金。还有普通人要是敢这么挂机玩游戏，一觉醒来可能房子都亏给 Anthropic 了。除了我们能用到这个 Claude Faber 5，其实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叫 Claude Mythos 5，它是解除了所有限制的终极魔王。由于这个网络攻击还有生命科学能力太恐怖，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。目前这个模型只是给政府和顶级网络防御者开放。为了防止公众版的 Faber 5也被坏人利用，Anthropic 在它体内也塞入了一个黑科技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试图诱导这个 Faber 5去写一些网络木马，或者炼制违禁化学品，不会像以前那样会告诉你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，而是会在后台悄悄的把你这个任务交给上一代 Claude Opus 去运行。虽然这个 Faber 5的 API 是非常贵，但如果你已经是这个 Claude 的付费用户，在6月22号之前，你可以限时免费无限次的白嫖体验 Faber 5。这次 Claude 确实给整个行业一点点的神话级的震撼。所以屏幕前的你会想用 Faber 5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？还是也想去烧一烧 token，试一下让他帮你打游戏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。